站印！海童连忙阻止他，他低叫：“这是你的办公室，随时会有人进来，最近又没有让你当和尚，那么猴急，晚上回到家再，不行吗？”他从阳城旅游回来，当晚夫妻俩放肆了大半宿，隔天他起来腰酸腿软的，好久都没有试过那样子的了。他一向体贴他说的他的身体最重要。站印只得作罢，但还是搂着他偷香，低低地说道：“在家里都不能尽兴，怕贝贝突然醒来，等贝贝再大一点，就让他自己睡了，那样夫妻俩才能重新过回两人世界的生活。”海童的脸忍不住红了，他轻嗔他：“别说了，你去做事，我给你煮杯咖啡。老夫老妻了，你还这般容易害羞。彤彤，你害羞的样子迷死我了，真想现在就把你吃进肚子去。”说话间，外面响起了电话铃声，海童连忙推他，说道：“电话响了，你快去接听。”站印不情不愿地松开他，出去接听内线电话。没多久，苏南便推门进来，两人在外面说着生意上的事。海童煮好了咖啡，给外面的两个男人都准备了一杯，自己也一杯。他用个小托盘端着3杯咖啡出去。听到脚步声，苏南望过去，见是他，笑道：“海童在这里啊？我等会儿去周家接洋洋，路过就进来看看。”海童神色自若地走过来，刚煮的咖啡，他先给自家男人一杯，才给苏南，免得站印不爽。他总要求他将他摆放在第一位，说他就是将他摆在第一位的，谁越过他去，他能生闷气好久。谢谢，苏南客气地道谢，又问：“洋洋去他爸那边了？”久不回来，回来了，总要去他爸那边吃顿饭。本想住几天的，他的小伙伴来了，他就先过去吃顿饭，然后回来陪小伙伴玩。等他的发小回去了，他再过去住上几天。怎么说都是他的亲爸亲爷奶。苏南又问：“我家苏猛没有闯祸吧？”“没有，苏猛很懂事的，你不要总说人家闯祸好不好？他的偶像来了，他不知道多听话。”站印起身给爱妻搬来一张椅子，海童想自己搬的，他那么体贴，便由着他体贴了。坐下后，海童继续说道：“龙庭和洋洋就是孩子王，个个都听他们俩的。2个人要分个大小王的话，龙庭是大王，洋洋是小王。”苏南笑道：“我家小子是无法和龙庭比的，他是老前辈们教出来的，是传人。如果能够自己选择，我相信龙庭更愿意选择你们家苏猛的人生。”苏南笑笑：“龙庭全家都死光了，只余下他自己还背着血海深仇，这么努力学艺，那是为了以后报仇，抢回他龙家家主之位的。而他家苏猛含着金汤匙出生，又不是家主一脉，不用接班，轻松得很。他这个当老子的又给儿子打下了不少的家业，小子长大后自己有本事创业就创业，没有本事就好好继承家业，哪怕苏猛什么都不干，爷爷奶奶以及父母给他攒下的家业就够他过3辈子了。相对来说，自然是苏猛比龙庭更好命一点。苏猛崇拜龙庭的拳脚功夫厉害，他已经开始接受他苏家的训练，在同龄的孩子当中，他已属于高手了。但对上龙庭，人家轻轻松松就能将他放倒。小家伙们都崇拜强者，龙庭在孩子们当中是最强的，就收获了一班小弟。海童悠闲地喝着咖啡，2个男人很快又回到他们的工作话题上。喝完了一杯咖啡，海童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便放下杯子，对丈夫说道：“老公，我先去接洋洋，接到洋洋后，我直接回山庄了。”“去吧，开车慢点，到家后给我发信息。”海童走了，直到老婆的身影消失在办公室里，站印才敛回了视线，继续和好友讨论着新项目的开发方案。海童很快就到了周家所在的小区，
他没有进去，车子停在小区门口的路边，然后打电话给周红林。等周红林接听电话后，他说道：“洋洋吃过饭了吧？我接他回家，现在我在你们小区门口。吃过了，这么快就接他回去吗？我想着让他吃了晚饭再送他回去的。”周红林因为儿子今天回来，特意不出车，在家里做饭给儿子吃，父子俩也能相处。如今陆东明这个继父和洋洋相处的时间最长，周红林还是担心洋洋会偏向陆东明这个继父的。洋洋怎么说？海童尊重外甥的决定，只要洋洋愿意留在周家吃过晚饭再回去，他就先回去，晚上再让周红林送洋洋回悠悠山庄。很快，周红林的手机交到了洋洋手里。洋洋对小姨说道：“小姨，我现在回去。龙婷说她只待1个星期，我先陪她玩。等她回去了，我再来我爸这里住上几天。”海童应着：“行，那小姨在外面等你，你跟你爸还有爷爷奶奶说一声就出来。”洋洋嗯了一声，又将手机还给了父亲。周红林说道：“海童，你等上几分钟，我现在送洋洋出去。”洋洋虽说长成了少年，毕竟才11岁，周红林不放心，还是要亲自送儿子出去，也是抓紧时间和儿子说话。随着儿子的长大，越发的懂事后，父子俩能聊的话题也多了。只要他不说陆东明的坏话，不扯上前妻，父子俩的关系很好。周红林也明白了，父母就是洋洋的软肋，谁都不能说他父母的不好，谁说了他跟谁急。好，周红林挂了电话后，就去拿了2、3大袋吃的玩的，对儿子说道：“洋洋，这些东西都是爸爸买给你和妹妹的，你拿回去后和你的小伙伴们分享。爸爸没有你姨丈那么有钱，不过这些东西也是爸爸的一点心意。”洋洋伸手要接过袋子：“爸爸，我不嫌弃，只要是你给我买的，我都喜欢。爸爸，我来拿吧。”他长大了，爸爸却开始变老。妈妈保养得很好，瞧着和几年前没什么两平，还很年轻。母子俩走出去，别人都会以为妈妈是他的姐姐，但是爸爸因为生活压力大，整天奔波，看上去比妈妈老了10岁。洋洋刚才看到爸爸头上都有白头发了，不用你拿，又不重，爸爸还能拿得动。周红林不让儿子拿，不过儿子的体贴，他还是很开心的。周父周母很舍不得，也跟着送洋洋出门。周母嘴上说道：“多待会儿不行吗？才回来半天就要回去了。”从入夏开始，奶奶就是盼星星盼月亮的，盼着你放暑假，假期长一点可以回耿住一段时间，奶奶可想你了。周母不舍得拉住孙子的手，她也老了很多，头上的白发比6年前要多了1倍都不止。奶奶，我的发小从 A 市过来，她假期很少的，1年才能来找我玩几天，我先陪她玩上1个星期，等她回去了，我就回来住上10天半个月的，好好陪陪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想去哪里玩的，先想好，做好计划，等我过来了，我就陪你们老人家到处去玩。洋洋这样说，周母心里烫贴得很。不得不说，海玲将这个孩子教得很好，以前是他们错了。海玲本来就优秀，要不是嫁给他们家红林，为她生儿育女，放弃工作，她也不会与社会脱节。但优秀的人始终优秀，一旦重回职场，依旧是那样优秀，那样耀眼。只要是你陪着，不管去哪里，奶奶都开心。奶奶有10几年没有去过海边了，咱们到时候一家4口去海边玩上2天吧。咱们也去看海上日出，也去赶海。以前儿子工作好，收入高，给他们的钱多，老两口跟着女儿女婿一家子去过海边玩。不过他们主要是跟着去照顾外孙的，根本没有心思玩，反而是女儿女婿玩得很是尽兴。这一次他不想叫上女儿一家了，就自己一家4口去。孙子这么大了，
都与他一般高，不需要再照顾，这样去玩，他就可以单纯的度假，不再是女儿的免费保姆。随着年纪大了，周母真的醒悟了，越来越后悔自己过去那么傻，放着亲孙子不照顾，跑去给女儿女婿当免费保姆，带大了3个外孙，人家的爷爷奶奶乐得逍遥自在。在洋洋最需要照顾的时候，他没有照顾孙子，错过了与孙子培养感情的好时机。后面想和洋洋培养感情，机会却很少了。特别是海玲成了江城凤家的家主，洋洋跟着妈妈去了江城生活，在江城上学，放假才能回来一趟，回来又要回陆家一趟，又要去他小姨家里，再回周家，在周家待的时间就长不了，每次不过是匆匆相处一下，洋洋就走了，婆孙俩如何能处出感情来？洋洋对爷爷奶奶客客气气的，始终不亲近，就是感情不深。洋洋本能地问，就我们一家4口去，不会叫上大姑一家子吧？他记性好，大姑他们以前怎么对他，怎么对他妈妈的，他都记着。爷爷奶奶以前对他也不算好，但毕竟是亲爷爷奶奶，如今对他又是掏心掏肺的，洋洋便原谅了爷爷奶奶，不再和爷爷奶奶计较过去。当然想多亲近那是不可能的，他和陆爷爷奶奶更亲近一点。不叫了，你大姑姑他们经常去海边度假的，他们去都不叫上我和你爷爷，咱们叫他们做什么？没得让你爸花钱。周母吐槽，你大姑就是个女儿贼，只知道回娘家搬东西，占娘家的便宜，先少有东西回娘家的，有好事儿也想不到娘家兄弟，不带大姑一家人。那等龙婷回去了，我就陪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去海边度假。周母笑着，好，到时候带上你妹妹不？妹妹就不带了，她太小了，妈妈也不会放心我带着妹妹去海边玩的。洋洋自己也不敢带妹妹去海边玩，怕自己看顾不好，万一妹妹出点什么事，她也不活了。妹妹是陆叔叔的命根子，也是他的眼珠子。周母有点遗憾的道，奶奶都没有见过你妹妹，她和你像吗？你很像你妈妈？妹妹要是像你妈妈的话，那就挺像的。他们周家只有红林见过海玲的女儿，陆家将那个孩子保护得很好，别说海玲的女儿了，就是海彤的一双儿女，周父周母都没有见过，只有周红林见过。洋洋想了想后说道，妹妹既像我妈妈，也像陆叔叔，小姨说跟我小时候不太像，兄妹俩同母异父，只有继承了妈妈的美才会像。当然怎么说也是亲兄妹，还是有几分相似的。奶奶妹妹跟我不一样，她不方便来我们家，哪怕妈妈答应让她带妹妹过来，洋洋也不想带妹妹回来，担心会遇上大姑他们。小宝表哥太坏了，真正的熊孩子，他怕小宝表哥会欺负妹妹，妹妹太可爱，谁见了都想捏一下咬2口。周母还想说什么，被丈夫碰了一下，周母识趣的没有再问下去。一家4口下了楼，往小区门口走去。周母又开始唠唠叨叨，洋洋过几天记得回来住上10天半月，暑假过后你估计就要等到过年才会回来住上2天的了。奶奶年纪渐大，活1天是1天，现在就惦记着你。奶奶，我活的你和爷爷也不老，不要说那些话。周红林也说，母亲妈，你跟洋洋说这些丧气话做什么？洋洋是个孝顺的，他只要回了管城，哪一次没有过来看你和吧？周母眼睛泛红，我就一个孙子，还不在我身边，我日思夜想的，唠叨几句还不行吗？洋洋在管城又不是没有人照顾，有亲爸有亲姨妈在，何必转学去江城，让我想见一眼都难。我就是舍不得我孙子吗？周母抬手擦了擦眼睛，又从裤兜里掏出2个大红包，将2个大红包塞到洋洋手里。洋洋，这是爷爷奶奶给你的，你拿着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
洋洋欲拒绝，周母坚持要他收下。他看向父亲，周鸿林说道：“爷爷奶奶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，免得你爷爷奶奶难过。”洋洋只得收下，每次过来，爷爷奶奶都塞红包给他。他真不缺钱，他的钱比亲爸一家子加起来的还要多。谢谢爷爷奶奶。洋洋向周母道谢，周母慈爱地摸摸他的头，慈祥地道：“洋洋，爷爷奶奶过去是亏待你了，对不起你，爷爷奶奶在改正了，以后爷爷奶奶绝不亏待你。梁老有点退休金，不算多，夫妻俩每个月加一起有个几千块钱。周鸿林每个月会给母亲2000块钱做一家人的伙食费，梁老的那点退休金便能存起来。以往周鸿英总是千方百计从父母这里掏钱，周鸿林还当大经理，加上有回扣收入，月入10万，对于父母的钱总是花在姐姐家里，他不在乎。一世人就姐弟俩，他那会儿也是个福姐魔，对姐姐好得很。后来周家出了那么多事，周鸿林也只能跑网约车赚钱时，他就不再帮扶着姐姐，父母给姐姐的也渐渐减少。特别是在他被叶佳妮刺成重伤，差点死掉时，父母花了一大笔钱去救他，几乎是掏空了家底的。这几年才好起来，也是战印懒得再针对他，毕竟他是洋洋的亲爸，那些人还是要给洋洋面子的，不会真将他往死里整。不过姐姐依旧想掏父母的钱，如今周鸿林对姐姐的手足情没有多少了，被姐姐的自私自利磨光了。母亲在他和父亲的反复劝说后，也不再帮扶姐姐。姐姐一家子如今过得好得很，存款都几百万，不指望他给父母一点生活费，也别来啃父母的呀。周母被女儿伤了几次心后，终是醒悟，对女儿不再抱任何的希望。由他夫妻俩亲手带大的外孙外孙女跟他们也越来越不亲，有钱给他们的时候就外公外婆好，不给钱了，人家说他们的爷爷奶奶才好，放着自己的亲孙子不带，跑去带外孙外孙女。结果得到这样的话，周母着实气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如今夫妻俩的退休金都存起来，等到洋洋过来了，他们就给洋洋，哪怕洋洋不缺钱，他们身为爷爷奶奶，给洋洋的就是他们的一点心意。奶奶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我早就忘记了奶奶以前是怎么对我的了。周母松口气，孙子不记恨他就好。周父说，老七，你老是跟洋洋说这些做什么？洋洋是个好孩子，海玲将孩子教得很好，他实情实理，懂礼貌，好得很。周母讪讪地道，我就是那样说几句。过去我们的确是亏待了洋洋吗？周鸿林也说，母亲，妈，洋洋说的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不要再提起来，我们要往前看。好好好，往前看。周母主要是怕孙子记恨他们，孙子愿意和他们亲近，不记恨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，他就放心了。用老头子劝他的话说，洋洋有那么好的小姨，他亲妈如今也是有出息的，他将来的前程不会差的。洋洋好了，他们做爷爷奶奶的，若还活着，他能不孝顺两老？他们只要好好的活着，身体健康，看着洋洋长大成人，就等着享晚年福吧。在周父看来，自己的孙子是个有主见的，聪明的很，三观被培养得很正，他们呀，等着享孙子福就行。一家4口出了小区，海童看到他们出来，按了一下车喇叭，提醒他们他的车子停在这边，然后他推开车门下车。不管他有多不喜周父周母，他们都是长辈，他总要下车打声招呼的。小姨，洋洋在周家显得超越同龄人的成熟，但在他最信任最爱的人面前，他还是个小孩子，一见海童就欢喜地跑过去。现在他长大了，小姨不能再抱起他，不过每次姨甥俩见了面，洋洋都要撒撒娇。这才半天不见，就这么想小姨了。海童宠溺地轻点一下他的额头，洋洋大个仔了，
很快就会高过小姨。洋洋说道，我就算高过小姨，小姨还是小姨，那是咱俩一辈子都是姨生。周红林一家人走过来，脸上都堆着笑。海童，这些东西是我买给洋洋，和他的小伙伴们分享受的，是我当爸的一点心意。周红林将那3大袋的东西递过去，海童拉开了车后座的门，放车上吧。周红林将3大袋东西放在了车椅上，海童朝周父周母点头打招呼，周叔阿姨好，好，好。夫妻俩连忙回应他。在海童面前，周母是不敢抱怨战家那么快来接人的，她只一味地叮嘱着孙子有空了就回来住几天。奶奶，我会的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和小姨回去了。洋洋说道。海童也说道，周生，我们先走了，你们也回去吧。他扭身上了车，洋洋不能坐副驾，便坐上了车后座。在3人的注视下，海童开动车子，还向他们点了点头，洋洋则按下车窗，向爷爷奶奶挥手说再见。很快，海童的车子远去，看不到了。周母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。他说道，不知道洋洋什么时候再过来，就半天时间，我连看都还没有看够。他叹着气对儿子说道，红林一个孩子还是少了点儿，就是洋洋都没有个兄弟好帮衬，你要不就和那个女人离了吧，再娶一个，再生一个，不拘男女，多生一个孩子，咱们家也能热闹点。洋洋很少过来，儿子每天都忙着赚钱，只有老夫妻俩在家，无聊得很。周母始终觉得自己的孙辈太少，就洋洋一根独苗苗。周红林边往回走边说道，妈，我说过我不会和佳妮离婚的，我承诺过，不管要等多少年，我都会等着她出来。有洋洋就够了，没有必要再生。洋洋也不是一个人，他还有那么多的表弟，亲妹妹也有陆家那边的孩子，虽然与他没有血缘关系，名义上来说也算得上是他的堂兄姐，他不孤独。周母说道，那些不过是表弟，所谓的堂兄姐又没有血缘关系，以后有什么事还不是指望着自己的亲兄妹帮忙。周父说，老七，跟你分析了几年，你又犯浑了。